去了沈阳故宫，努尔哈赤在我这儿以后变了，不是这样了，是这样。大棉袄配二棉裤。清宫剧里的娘娘们变了，不是这样了，是这样。西瓜就是甜，黄瓜也是香。在沈阳的第3天，我们来到了沈阳故宫。来这儿千万别被故宫2字迷惑，和北京故宫不是一个规模。北京故宫认真逛下来1天不够用，这边小半天足矣。如果抛开皇室这层关系，看起来也就类似于地主住的东北大院 Plus 版。虽然它很小，但我强烈建议你来看看，就像大家总喜欢看富豪发家之前的样子。这边展示的就是满清政权早期的配套设施，有的甚至能颠覆你对清朝统治者们的想象。一进了大门之后，首先就是崇政殿，就跟你逛故宫的顺序一样。但是这个崇政殿，你看它的形制，如果你去过北京故宫的话，它这形制你就看出来它的档次和级别应该说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咱也不说破，确实是小了一点。人家太和殿是重檐，这个崇政殿它是单檐，而且这个光这个面积你能看出来它小很多。说到屋顶，你可能会疑惑，和北京故宫相比，为啥沈阳故宫每个宫殿屋顶上都戴一圈小绿帽子呢？这个一会儿再提。北京故宫的外殿有3个，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但沈阳故宫没那么大排场，过了这个崇政殿直接就进后宫了。这里与北京故宫的另一个差别就是宫比殿高，这也是遵从了满族文化。一进后宫，旁边立着个杆儿啊，不是旗杆，上面顶着一个碗，让人联想到杂技团的那个经典表演。其实这就是萨满文化在沈阳故宫里的一个比较具象的体现。这个杆叫神杆，也叫索伦杆。这个杆是干嘛用的呢？就是祭天用的。他们把碎肉碎米放到这个杆顶上那个碗里，然后就会有神鸟过来去雕琢它。这个神鸟事实上就是乌鸦啊，神雀。萨满教呢，事实上它是一种原始宗教，它没有非常具象的神明，它祭天祭地。甚至是祭动物、祭先祖。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自然的实体都有可能成为他们供奉的神祇。萨满文化在之后被满清统治者带入了北京，影视作品里也有体现。比如说《还珠格格》里的蒙丹曾经扮演萨满法师进入宫中接近香妃。我还会变成萨满法师为你大跳驱鬼舞吗？说起蒙丹，我插一句题外话，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为啥以前《还珠格格》里演员嘴上叫的是蒙丹，而字幕里是麦尔丹？我马上上网查了一下，据说是琼瑶不懂维语，硬造了蒙丹这个名，但是事后发现这名不对，又在字幕里找我。OK， 题外话结束。这种日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和在清宫剧里大相径庭的是，那清宫剧里的各个小主都是独门独院，是吧？都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但是你到了沈阳故宫，你再看这个宫，那就是7、8个房子为一个共享院落，基本上毫无隐私可言，说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你感觉满清政权在入关之前，哪怕是嫔妃的生活也比较憋屈的。这个就是正宫了，是吧？对，清宁宫就是那个皇后住的地方，或者基特哲哲。这一圈都是大炕了，对，这有点那个大通铺的感觉了，是吧？我感觉铺个垫子躺在上面应该挺舒服的。挺舒服，你烧着火炕，冬天多暖和呀。这种一圈大炕的布局叫弯字炕，又叫万字炕。一到冬天，整个屋里到处都是火炕，能不暖和吗？为了配合炕的布局，宫门也被移到了房的边上，而不是正中间，这叫口袋房。在东北许多民居现在还是这样的布局，因为满族老式建筑多为草屋顶，为了防止烧火溅出的火星点燃屋顶，满族人直接把烟囱移到地面上，和房屋分开。可以说，沈阳故宫活脱脱就是一个东北老民居活化石。OK， 揭晓答案啊！一开始我们说到这个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这个房檐上镶了一圈绿色的瓦。满清政权进入到北京之后，这儿就不能够再作为和北京故宫同级别的宫殿存在了，所以它理所应当应该要降一格。那么降一格怎么去体现？就是在黄色的瓦旁边镶一圈绿色的瓦，以示降格。沈阳故宫有趣的细节还有很多，如果你来沈阳，这里还是值得一看的。满清入关后多年，已经移驾北京的顺治皇帝在龙床上，或许还会梦到这张东北大炕，梦到在大院里唠嗑的娘娘们，梦到这个许多东北孩子都躺过的优车。这就是文化的印记，它平等地投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从东北到西南，无数种印记又组成了我们共同的印记，它被称之为中华文化。
上坡是下坡，下坡也是上坡。哎，我的表达没有混乱。我们将前往走进科学中提到的著名迷地沈阳的神秘怪坡。哎，等等，这个怪坡景区怎么比我的表达还要混乱啊？关注我们，一起环行中国吧。